梳理李在明和尹锡悦过去的言论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在对待中美的态度上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此前李在明呢，他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而尹锡悦呢，比较强调多的就是韩美同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这个韩国的这个未来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吗？不管是反华色彩更强的人物当选总统，还是这个公正对待中国这样的色彩更强的人当选总统呢，他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呢？中韩关系相互融合越来越深了。今年是中韩建交30年，那么想想30年前中韩交往的这种程度和30年后交往程度，你就真想把这个反华反到底，把这个韩国从中国给它彻底切开，我想呢根本就做不到。因此呢，就是说你可以上台之前可以讲很多对中国的狠话，但是你当了家知道柴米贵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中韩关系的分量和中韩关系对于韩国切身利益的实际影响。因此呢，我想就是已经形成深度融合的强有力的中韩关系，是对任何潜在的反华人物的一个最有力的制约。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呢，我们还是有一点应该有一点这个战略自信，就是说中韩关系走到今天，不是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彻底颠覆的事情。朝核问题呢，也是韩国大选的一个热门议题了。那两位候选人针对朝鲜的态度，在早期有明显的温差。尹锡悦呢，曾经发表先发制人打击朝鲜这样的言论，引发了不少争议。而李在明呢，则相对比较温和。不过近期我们也注意到，李在明这个对朝态度也正在变得强硬。那李南先生怎么来看两位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的一些变化？李在明团队的对朝政策更加强调的是对话与军事遏制并行的这种理念。那么，一方面要寻求与朝鲜的对话，在对话中寻找与朝鲜关系的突破；那另一方面，面对朝鲜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李在明团队也要强调对朝鲜的军事遏制力。那么，朝鲜1月份不断的试射导弹，这也使得李在明要不断的应对朝鲜这种增强军事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他会对朝鲜进行这个强硬的这种言论，也是为了迎合民众，赢得大选。那么尹锡悦的对朝政策更多的突出强化美韩同盟。那么如果尹锡悦执政的话，势必美韩同盟针对朝鲜威胁会不断的巩固，美韩军演会增加，韩国会对朝鲜进行更为强硬的政策，这样的话，朝韩关系势必恶化，朝鲜半岛将再次陷入到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近期呢，美日韩的外长、防长举行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的这种会晤或者是沟通，那朝核问题都是一个重点议题了。那三国除了强调要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协作之外呢，也都强调要通过继续推动对朝的一种外交接触。那杨先生，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能否把日本、韩国这两个小兄弟捏得更紧一些？在这个基础之上，您觉得有什么值得警惕的地方？现在呢，就是说，美国确实在加紧利用这个所谓朝鲜威胁呢，在调动韩日重新恢复情报合作，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实现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就是我们常讲的，在东北亚呢也要打造一个小北约，就是我们必须警惕挂羊头卖狗肉，挂朝鲜核威胁这个羊头，卖坐实和扩大印太战略这个狗肉。表面上我是为了加强韩国安全，表面上我是为了加强日本安全，其实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印太战略。大家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美国能设计和推动印太战略，那是因为中国，不是因为我因为想帮着日本更安全，我想帮着韩国更安全，所以我弄个印太战略。傻子都不这么想。近期呢，韩国方面已经确认了，美国总统拜登将在5月下旬访韩。从时间上来看呢，这个时间刚好是韩国大选已经结束了。那杨先生您怎么来看美国方面拜登他这样的一个安排有什么样的盘算呢？拜登的这个5月访问亚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不在韩国，
是什么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夯实、坐实那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当然了，正好5月份了，那个新总统也出来了。不管谁当选，这拜登呢总得是先混一脸熟，然后不管谁当选了，拜登一定跟这个新当选的这个目前还不知道的总统谈一件已经知道的事儿，就是你赶紧给我加入到印太战略，要像日本人那样的表现，把这个4角平台变成5角平台。所以呢，这个拜登5月访韩其实是对韩国是一次逼宫，就是你美国、中国，你看吧，你看着办，你选谁，必须得选我，否则后果很严重。这种裹挟呢，我想在5月份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韩国大选将至，最近一段时间呢，2位总统热门候选人在对华、对日、对朝等韩国民众重点关切的涉外问题上，都出现了变得更加强硬的一种趋势。那外界应当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一种变化？在大选之后呢，韩国的外交路线存在的最大不确定性又是什么呢？因为形势在变，美韩关系在变，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在变，美国对韩国的压力也在向着更大的方向变化。因此呢，韩国对华政策当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负面因素一定会增加，而不管谁当选，这个情况都不会改变。